大家下午好。然后 CT 的一个缄默蝙蝠侠是到了，它 K 的是吗啡的那个黑色的一个版本，可惜没有 K 蓝色的。蓝色的话是带一个真人头了，然后这个黑色的就不带了。我不知道后续它会不会出一个蓝色的版本，还是比较期待的。然后超人缄默超人好像是明确的会出，还有一个夜魔侠也是会出的。但是以他们家的产能，就之后再看看什么时候会出吧。那这个蝙蝠侠本来说是月底嘛，也是提前了差不多10天左右就出货了，我觉得还 OK。然后 Meso 的猩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哎呀，第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盒子塞的非常满了。我们看到，哇，怎么给我压成这鸟样？虽然它是 CT 啊，但是我觉得盒子压的有点太过分了，而且盒子透明窗的一个磨损也非常之严重啊。也不知道 CT 后续会不会出一个黑龟造型的一个蝙蝠侠。然后隔着这个内窗的话，是看着感觉它这个披风的质感还算 OK 啦。那这是主要就是看它披风还有它的一个地台做的怎么样。我同样是在 Zero 购买的一个模型啊，大家 CT 就去 Zero 买差不多就行了。然后一个 AC 奥创的话，你就去德才手办买就行了。拿出来的话是有2层内容物，下面1层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台了，这个就等一下再看，好吧。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蝙蝠侠，哎呀，配置还算蛮丰富哦。它这一个内包我挺喜欢的，我操，这样就非常有蝙蝠侠站着的那种感觉了。我觉得这样展示都 OK 了，说真的，它就是一个蝙蝠侠把用披风把自己包裹起来的一个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我觉得如果你懒得把玩的话，你买来这样子放着，我觉得也是完全 OK 啦，挺帅的，挺帅的，就像一个透明的展示框，就像一个相框一样哦。我觉得非常不错，这种也不知道原版是不是这样，但是 CT 这样的包装我就非常的喜欢。然后看一下它本体的一个做工吧，好吧，配件之后再来看吧。哇，它这个披风好大一块，我把内盒拿下去。它这个披风超级厚啊，不是说超级厚，超级大。整体都在边缘是有埋进一个铁丝的。我们看到它这铁丝保持力度还是非常 OK 的啊。你看我就这样随手往上一掰，它就造型就保持住了。然后我不管怎么掰的话，它边缘的这根铁丝都是能完美保持住一个造型，下端是没有铁丝的。你把披风就只有在旁边还有中间这里是埋的铁丝，一共是4根铁丝。你把披风完全展开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蝙蝠造型了。这期视频可能会有一点小声音，大家就见谅了，记着拍。就是一个蝙蝠造型的一个斗篷，整体的一个厚薄是适中，挺薄的，然后铁丝的保持力度也非常之好，然后整体的一个下端的一个垂感也是做的非常不错，包括埋在这里的一个在制服下面这里的一个走线啊，一个隐藏也都是做的非常 OK 的。线头的话，我现在是没有看到有什么线头，可能在这里会有一点，但是其他地方的话都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那这一款它的一个披风是下了功夫的，是确实是下了功夫的。然后它我看一下，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缩模啊，因为我没有原版的一个缄默蝙蝠侠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嘛，我只能说量一下他们的身高，然后大家自己去贴吧啊，或者去问问有没有正版的玩家看看一个对比。我用游标卡尺量一下它的一个，我看一下，可能是不到16.5厘米左右的一个身高，是绝对比之前 CT 它13、14的那些有明显的一个大的，因为之前它的排黄好像是不缩模的，所以我感觉他们的这个蝙蝠侠是不是也会就是没有缩模那么严重了。然后给我的感觉是腿关节稍微有一点松啊，就左右这里稍微有一点点松，但是其他关节表现都还 OK。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造型吧。胸口的蝙蝠标是一个分件的一个形式，然后腰带的话也是做了一个黄色的涂装。视频里看起来颜色会深一点，但是肉眼看是比较浅的一个黄色。然后这一个靴子的一个分界的话是涂的稍糙一点的，没有那么的一个干净利落。整体的一个头雕，我们来看一下。头雕涂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小缺色，还有嘴巴不够明显。就这头雕算不上做的非常的好啊，有一点肉，下面的合模线也是比较明显的。耳朵的话也是有合模线，下面的话这里有一点小翘，然后整体的头雕大家就自己判断一下吧。眼睛的话感觉稍微有点大小眼，但是整体的造型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样这里也是有合模线的一个存在，然后身体是没有上消光的，但是靴子的部分就是这种手套靴子的部分是有上一层消光，它跟身体这个灰色的战衣是分开来的。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吧，可动的话低头是有这么多，抬头是有这么多，左右侧摆没有任何问题，转动没有问题，脖子当然也是带可动的，头部表现略松，然后手臂的一个平台是不受披风影响，能到120度，同样带蝴蝶关节，大臂平转，弯曲，这里的尖刺是软胶，大家可以放心把玩，但是软胶也是会断的哦，就不要虽然放心也不要说太大胆了。然后腰部的一个前倾幅度是非常大的，能到45度了，后仰也非常之大，平转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腰带也是可动的，但是就是说稍微有一点可移位而已，也没有说做的非常多的一个可动，大家就小心一点。平抬的话90度，前踢90度，后踢45度，有下拉关节平，哎呦，这里稍微大腿关节有一点小突出，你看出现问题了。我平台超过一定角度，它这个腿是会弹出，我看看另一只腿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另一只腿的话是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只腿呢，我平台超过一定程度，它是会叭的一声弹出来的，可能它这个球窝开的有一点小公差的问题，但是你正常把玩的角度的话，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腿的一个平转，向下，垫脚尖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本体的可动就跟马飞往日的蜘蛛侠束体是差不多的一个表现水平啊，是完全够用的。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配件非常丰富啊，有6对手型，有4个蝙蝠标，2个钩爪，还有一个怒吼的头雕，还有一个地台。那就先来看看支架也是给了的，支架，但是支架这种东西我就不带大家看了，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个怒吼头雕做的比常规头雕好不少啊，它的一个神态是有做出来了。我拿个东西卡着给大家看一下，可能稍微看得更加清楚一点点。那我把它同刚才那个头雕放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个对比了。哎呀啊，算了，我单手不太好对焦，就直接拿着给大家看了。就我觉得这个头是做的比刚才那个头有意思的，这个头能给9分，不错。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手型配置啊，首先是给了左右的一个钩爪，使用钩爪枪的一个手型，当然都是带了一对钩爪的，但是呢是一长一短的2根。搭载的话，等一下看看它的一个松紧度怎么样。然后整体的话，手型我就只带大家看一个就行了，我看一对的话太麻烦了。这个使用这个这个叫什么？有点近战武器那种钩爪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握持手，一个微曲手，一个幅度比较大的开掌手，还有蝙蝠标，这种蝙蝠标都是给了2个的，但这个蝙蝠标感觉很卡哇伊啊，没有什么锐利感。这个是钩爪的那个一个替换吧，应该也是蝙蝠标吧。然后整体的这一根钩爪是硬胶啊，这个是铁丝吗？我看一下，
铁丝归铁丝，但是它是不可弯曲的啊！大家不要说以为它能掰就给它硬掰，等下掰断了啊。同样，这也是一根短铁丝，但是有一点歪啊，大家看看，有一点歪的，这个是不能掰的啊！你不要说觉得能掰就直接给它掰断了，就到时候补件什么的就麻烦了啊。然后整体是直接能非常轻松的安装在一个手型上面的一个表现。OK， 那接下来就来看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大地台了。我感觉很多人可能就冲着这个大地台去买，因为这个大地台，我觉得你搭一搭平行宇宙的蝙蝠侠都是，平行宇宙的蜘蛛侠都是不错的。是这样的一个鹰头地台，我们能看到它上面是做了干扫的一个处理，在深灰色的一个底漆上去干扫一个浅灰色的面漆，来让它体现出这种掉漆的一个斑驳感啊。然后整体摸起来的纹理也是有一种那种石板的一个就是凹凸不平的一个感觉的，整体是非常的轻，但是呢，整体的一个造型表现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个鹰头的一个细节，眼睛、嘴巴都是有的，包括上面的这些裂纹，可能你稍微给它渗个线的话，给它自洗一下，效果会更好啊。那我们就让蝙蝠侠站上去看一下，让蝙蝠侠就这样站在这个地台上，整体的一个造型还是非常带感的。那这款 CT 的一个缄默蝙蝠侠，总体看下来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缺点的。整体的话，应该能到一个9分了，是我感觉是他们家就纯翻模里面做的最好的一档了。不说配件啊，或者说不说加配件什么的，就纯翻模嘛，也没有原创，不像二零金刚狼我就不提了，二 D 金刚狼是原创部分偏多的。那这个纯翻模的话，这个绝对是能到 CT 的一个 T0 级别的。就如果你喜欢芥末蝙蝠侠的造型，或者说喜欢这个地台的，或者说蝙蝠侠的粉丝，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买了。然后这个我就留着，到时候和良品的那个阿卡姆蝙蝠侠，到时候就一起放在一起看一看他们俩的一个造型差异吧，好吧。那这一款我就是推荐大家购买了，那就感谢大家的观看。